失业大半年，我收到地府发来的面试通知，原来阎王需要一个985人才来现代化管理地府。在梦里，我历尽81难考核，终于拿下岗位。正当我庆幸考公上岸时，我发现我死了。还没等我思量清楚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耳边便传来一阵摇铃声。再睁开眼时，我已处地府。一个眯缝着眼的大胡子此时正对着我笑逐颜开。经过我这500度大近视的仔细辨认，这不就是昨晚梦里面是我那阎王吗？我这才反应过来，昨晚压根就不是梦，但我明白的太迟了，我崩溃大哭。我只是想找个工作混口饭吃，犯不上赶尽杀绝吧。我还没上岗呢，怎么就能让我因公殉职呢？阎王冲我笑，你那边不下线，这边也没法安排你上线啊。我哭得更凶了，不能作数，面试时都没告知我工作风险，况且我还没和你签劳动合同呢。阎王闻言怒了，阎王让你3更死，谁敢留你到5更？我正不知所措，一只受脱了相的鬼差气喘吁吁地跑进来，一脸堆笑，爷，来丰都谈技术引资的卫兵到了。阎王闻言面露喜色，拉上我不问3七21就往外冲。来到阎王前殿，我被这诡异的阵仗震慑住了。传说中的牛头马面和一众花式相貌的鬼差正向我和阎王的方向行着礼，而他们身侧立在殿当中的2个卷毛倒有些不屑一顾，其中一个卷毛甚至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另一个打量着阎王殿的环境，脸上一副嫌弃的模样。看情形，他们就是之前鬼差口中来谈判的外宾。阎王见状，马上上前陪笑，聊了几句，发现这2卷毛说的话他根本听不懂，于是赶忙拉我上前翻译。老实说，这俩卷毛说的啥我也不知道，不是因为我英语水平低到没边，而是他们说的压根就不是英语。糟了糟了，坏了阎王的大事，他还能让我还阳吗？我慌得一笔，一时间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正当我不知所措之时，耳畔一道空灵的声音突然传来，别怕，我来做你的翻译。我四下张望，试图打探声音的来源，可根本找不到啊。别找了，你看不到我，集中注意力，跟着我翻译。我咳了2声，假装开始翻译，实则将那人翻译好的话转述给阎王听。其实那2个卷毛也根本没说什么好话，大概意思就是在挑刺儿，嫌弃丰都城环境差，鬼的素质低，以此抬高价位不说，还让阎王划给他们一大块地，供他们永久使用。我一听，这不强盗逻辑吗？这种丧权辱国的条约不能签啊！但我高估了阎王的爱国心，他却很痛快地答应了。阎王这是疯了吗？我努力地朝他挤了挤眼，他却将我扒拉到一边。我正不知所措时，2个卷毛却变了脸，拂袖而去。这时我才意识到，是我那临时翻译下了逐客令。转头看到阎王的铁青的脸，我知道我要倒大霉了。我被阎王以破坏地府招商引资的罪名关到了18层地狱，这阎王也太狠了，好歹我也算半个地府公务员啊，更何况这事儿跟我有球关系啊。看着恶鬼没一个个被投下油锅，我的内心是崩溃的。我还有机会回家吗？想到我那智商只有7岁的母亲，我哭得稀里哗啦。我爸不在了，他没有我可怎么活啊？正在我万念俱灰时，那个男人的声音再次在我耳畔响起。这一刻，他的声音中夹杂着一丝丝暖意。别急，你很快能出去。我有些生气，毕竟这祸事是因他而起，他也知道自己有错，一个劲儿跟我道歉。我最终原谅了他，眼下互相指责也解决不了问题。为了缓解内心的恐惧，我便跟他聊起了家常。很快，我便得知他叫严百回，是地府一个丢了形的幽魂。因为丢了形，所以我只能听到他，却看不见他人。当我还想继续探究他的一切时，阎王急急慌慌地跑来，一通嘘寒问暖的将我请了出去。就这样，我被阎王用8抬大轿抬进了府。那惹眼的大红轿，差点让我以为阎王接我进府做王妃。刚进后院，阎王就给我分配了房间，我这才反应过来，这阎王是打算留我常住啊，那怎么能行？地下1日，人间1年。我那傻老妈还在上面等我回家呢，没有我，我那傻老妈就得活活饿死。我扑通一声给阎王跪下。令我瞠目结舌的是，阎王见我跪下，他
他也跪了下来。黄美花，你在这儿还有工作还没完成，我这 KPI 关系到能否顺利退休啊，伤不起啊。不行啊阎王，我老妈等我养活呢，她的命更伤不起。要不这样，我许你在阴阳两界自由穿梭，你白天照顾你妈，夜里来这上班，工资我给你按最高标准。别了吧，天地银行的钱我花不了，再说白天晚上都不睡觉，我也受不了。我说行就行。阎王怒了，吹胡子瞪眼，下一刻却又突然喜笑颜开。我们上班就跟做梦似的，你在上面睡一觉的功夫，工作就完成了，钱的事儿你也不用操心，我全给你打卡里了，保证你能用。阎王正说着，我面前闪过一道白光，下一秒我竟在自己的床上醒来。醒来时正是大白天，我妈正在一旁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大哭着。看到我醒过来，我妈一把将我搂在怀里，我的眼泪也没控制住。妈，你不用担心了，我回来了。呜呜，你总算醒了，我都饿了好几天了。我忙给我妈下厨煮面，吃饭时她才告诉我，我凉了好几天，医院说我没救了，要送到殡仪馆。她坚持认为我只是睡着了，医院无奈只能将我送回家。我感动到稀里哗啦，关键时刻还得靠我这傻妈啊！但凡她要聪明一点，我这会儿估计都冻成冰雕了。把我妈安顿睡了以后，我突然想起阎王之前说预支我的工资，于是我忙打开自己所有的账户，看到清一色的个位数，我有些生气。阎王这个骗子，我真是信了他的鬼话。不过也罢，既然阎王的工资没到账，我也不用担心自己需要去地府上班了，两不相欠也挺好。我正这么想着，门铃突然响了，我忙起身去开门，然而门外却没人，只有一个硕大的纸箱。奇怪，我最近也没网购啊。我心里虽嘀咕着，身体却诚实的将大纸箱抱进了屋。打开纸箱子的一刻，我愣住了，这竟是满满一箱子彩票刮刮卡，上面还写着最高中奖金额80万。我突然反应过来，阎王跟我说的打卡里，不会是打到了这些刮刮卡里吧？我曾记得以前听谁说过，刮刮卡的中奖率比较击打彩票要高，最高可以达到1%。这阎王可真会玩，送我这一大箱子刮刮卡，只要中上一张我就脱贫了。想到这儿，我干劲十足，开始一张张的刮这些卡片。然而更令我意想不到的是，第一张就中了80万，紧接着第二张80万，第三张80万，一直刮到了第158张，每一张都是80万。箱子里的卡片还有一大堆，但我意识到我不能再这样刮下去了。阎王一定是疯了，如果将这些卡全部兑换，我将拥有10个亿。天啊，我不敢想，我一穷逼突然多出这么多钱，我该怎么解释？这算不算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我说是阎王给的，有人会信吗？我开始凌乱。不对，我还不知道这些彩票能不能变现，我要保持冷静。我带着一张彩票来到了彩票发行中心兑换处，工作人员拿着我的彩票翻来覆去检查了半天，我心里砰砰乱跳，脑回路里迸发的想法全都是如果彩票是假的，我该如何向工作人员解释它的来历。正当我为此心绪不宁时，工作人员却甩出了几张单子给我填，我这才意识到彩票竟然是真的，扣除个人所得税，最终64万被打进了我的银行卡里。拿到钱后我很低调，做的第一件事不是买房买车，而是给我妈打包一堆口粮。以后我经常要去地府，我得保证她饿的时候随时有饭吃，这样她便不会在看到我冰冷的躯壳时再找人急救我。我可不想再把事情闹大。回到家里，我将食物丢给我妈，便开始琢磨如何兑奖。要知道这刮刮卡兑奖也是有时限的，30天内不兑换，奖金就会作废。我开始犯愁了，眼下无论是每天兑一部分，还是一次性全部兑完，我怕是都要引起一阵骚动了。毕竟原本1%的中奖率，在我这却变成了100%，想不引起关注都难啊，好伤脑啊。阎王啊，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这有什么好纠结的？中奖全凭运气，祖坟冒青烟，谁又能拦着？我一睁开眼，
发现自己再次转场。阎王此刻正冲我笑着，你上班时间到了。阎王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正一脸慈祥的将茶倒进我面前的茶杯里。此时我才发现，这会儿我正身处一处别致的庭院，我身侧还坐着一位青衣俊朗、一身华服的美男。我突然反应过来，我是来这打工的，怎么能让阎王给我倒茶呢？我连忙从阎王手里夺过茶壶，然后给阎王和一旁的美男斟上。那男子真好看，母胎单身25年的我，竟犯花痴看愣了神。男子察觉到了我的失礼，也不气恼，而是突然冲我咧嘴傻笑。我吓得将茶具都打翻了，居然是个智障。阎王的咳嗽却将我拉回现实。那个黄美花，这位是幽冥川的三公子，来丰都城找点东西。你善于跟此类人沟通，这几天就安排你陪同，你务必照顾好他哈。我先走了。阎王不由分说便消失在了我面前。这老阎王合着把我当成专业照顾傻子的了，可我还有一肚子疑问没问他呢。看来只能下次了。我回过头，看着那有些痴傻的三公子，这么美的男子却是个傻子，可惜了，这三公子可能是属猫的，吃的不多，喝的也不多，就是特别粘人，只要我一挪地方，他便立马会跟过来，上厕所都让我陪，我妈都没这么缠我。到了夜里，三公子终于睡着了，我的大脑也腾出空来开始合计奖金的事。我倒是有个主意。他来了，我又惊又喜，遂与他讨论起操作细节。第二天一早，我回到阳界后，便按照严百回的说的方法，花50万接手了一家彩票站。接着，我将一部分中奖号码带到了彩票中心兑换。最开始，工作人员有些吃惊，但得知我是彩票站老板后，便也不觉得稀奇。就这样，我在拿到第一笔巨款后，又陆续用换回的奖金接手了30家彩票站。最后，我毫无悬念的兑换了手里所有的中奖卡，账户余额也直接飙到了10位数。看着账户上的巨额数字，我如同做梦一般。要知道，此前我都穷得快吃草了，但即使我已一夜暴富，依旧没闲着。阎王说三公子是来找东西的，让我帮帮他，却又不曾提及要怎么帮。后来我通过严百回才得知，三公子要找的东西十分棘手，是他3000年前在名魔大战中丢失了的元神。三公子的父亲是上古神奇，阎王都要忌惮3分。这一回他让阎王找寻，阎王却将这烫手的山芋扔给了我。我找到阎王理论，阎王却让我随便走个过场，不用太较真。我能不较真吗？这分明是想让我当背锅侠的节奏。你放心，这事儿成与不成，我都赏你功德10万。骗鬼呢！我要那么多功德做什么？争执间，严百回敌的声音突然响起，接下会有大用。最终阎王同意，干完这一票许我辞职回家。我总算心情大好，看着三公子撵我模样，我有心无力的再次求助严百回，我只想尽快完成这该死的任务。这是得舍得花钱。严百回回复我，钱我现在有的是，要多少？怕是你账户上的全部。我连忙捂了捂口袋，这可是我用卖身契换来的巨款啊，还没在我手里捂热，就要拿出来救一个只认识几天的傻子。我有些犹豫，毕竟我妈还得靠我养活。还是容我再想想吧。严百回，你跟我讲讲名魔大战吧。回到家后，我陷入了混乱。听严百回说，名魔大战中，三公子元神离体，是他的父亲集众神法力保下了他的躯壳，将躯壳放在幽冥川，本是想借助幽冥河水的念力，让元神自行归位。可3000年来，三公子的躯壳却一直没换来元神，而经过3000年的等待，三公子的躯壳也有了一些基本需求，会吃会喝会傻笑，却与从前温润如玉的公子判若两人。据明帝说，现在支配三公子躯体的并非他元神，而是三公子的一缕残念。如今幽冥河水的戾气已侵入三公子的身体，他的残念即将耗尽，届时三公子也会跟着形神俱灭。这一夜我失眠了，我想了很久很久，但始终做不了决定，直到接近天亮，我才进入短暂梦乡。黄美花，你看看几点了？你才来上班？刚一睁眼，我就看到阎王愤怒的表情。你懂不懂什么叫职业操守？
你知不知道拿了别人的工资就得好好干活？不好意思，阎王，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失眠了，勿怪勿怪。正当我不知道如何面对阎王的责难时，一个稚嫩的语气响起。不许欺负我的华华。我转头一看，竟是三公子。三公子见到我很是兴奋，一个熊抱便扑了过来。阎王见此情形，也悄咪咪的离开了。三公子将我从怀里放开，抱着我撒娇。花花，你今天去忙什么了？我找了你好久，我还给你留了好多好吃的。三公子这些天好像有了几分智商，不像以前只知道对我傻笑了。我胡乱编了个理由搪塞了过去。我总不能告诉他，我是在纠结要不要救他才错过了上班时间。我当着三公子的面吃着他留给我的点心，三公子看着看着便睡着了。现在的三公子虽然是傻的，但也是单纯善良的，不救他我真的于心不忍。我叫了声严百回，我在。具体要怎么做才能救三公子？严百回沉默半晌，我甚至差点以为他又玩失踪。你需要将你账户上的所有钱都拿去做善事。就这，我原以为严百回是要拿这些钱买什么神药，或者是请什么高人，没想到竟是让我做善事，这也太容易了吧？可能还需要从你这拿走一样东西。我吓得当时就捂住了腰子，直到严百回清脆爽朗的笑声传来，我这才发现他的声音是那么好听。不是你的肾，但却是一样对三公子来说比命还重要的东西。我更迷惑了，三公子比命还重要的东西怎么在我这？我按照严百回的吩咐，将账上那1亿多分别捐给了福利院、残障组织及贫困山区。尽管捐的有些肉疼，但一想到那些被这些钱帮助过的人，从此生活能见到希望，也算是功德一件。我本以为捐完款后，我会从此变成一个穷光蛋，但我忽略了，我还有31家彩票店。这些彩票店被我收购后，还在持续经营着。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我巨额捐款的事冲上了热搜，我的彩票店也成了网红打卡地，每天来彩票店消费的人络绎不绝。而顾客们买彩票的理由则让人更大跌眼镜，他们觉得彩票店店主是有大爱的人，在这样人开的彩票店里消费也会收获福报。越来越多的人在我的彩票店里疯狂消费，五湖四海哪儿都有。而在众人热情的拥戴与支持下，我又接受了50家分店，而这81家彩票店的 KPI 已经不能用日进斗金来形容了。短短1个月里，我那10亿多的捐款就陆续又回到了账上。太不可思议了！我向严百回诉说着这一切，严百回却并不惊讶。这些都是你的福报。福报？要用这些福报来做什么？严百回不再回复，见他这样，我索性换了个话题。严百回，你帮了我这么多次，我什么时候才能看到你的真容啊？真想看看你。我啊，怕是你看不到了。看不到？为什么？还未等我反应过来，耳边便传来一句大喝：黄美花，你的大限到了，速速伏法！谁这么嚣张？我循声望去，此时阎王和另一个一身玄服的中年男子现身在我眼前，他们身后是目光涣散的三公子。还未及我反应，中年男子便冲过来，朝着我的天灵盖劈下一掌。这一掌虽然没什么力道，但我能感觉到，在掌心接触我头皮的瞬间，头顶一股剧烈的灼热被强制吸出，而那股被吸出的灼热似乎受到了某种感召，直冲向三公子的心。我的大脑炸裂般疼痛，痛苦的只能向阎王求救，而阎王闪躲的眼神让我瞬间明白了一切，他们想要我的命。这时我开始懊恼，什么高薪工作、地府任务，这分明就是一场针对我的骗局。阎王和这个中年男人设计了我，他们是想要吸干我的脑髓，可这一切都是为什么？你别怪我，我儿子为了你献祭了元神，如今他即将形神俱灭，他还有使命在身，我舍掉声望也要救他。中年男人的声音响起，献祭元神，神形俱灭。他是三公子的父亲，大脑一阵撕裂般的剧痛，被封印了许久的记忆，在他掌力的压迫下突然汹涌释放。那年，明魔两界联姻，我作为魔界公主，嫁给了那个青梅竹马的俊朗少年明帝的三皇子。可直到婚礼当日，我才知道，这一切竟是我那魔神父亲为攻占冥界设下的阴谋。那场婚礼成为了明魔大战的修罗场，我为了救自己的丈夫，死在了父亲刀下，而他为了冥界剿灭了我全族。但他不想亏欠我，
于是便献祭了自己的元神，将我的一缕残魄牢牢地封在体内，并用自己最后一丝魂力将我打入了轮回道。而他没有了元神，躯壳则被放进了幽冥川，3000年来日日遭受河水的侵蚀。这一刻，我终于明白了严百回对我的欲言又止，原来他早已知晓一切，甚至知道他复会来取我性命。也罢，我借助他的元神在这世间轮回了百世，他不再亏欠我什么，我们两清了。我不再挣扎，而是闭上了双眼，等明帝送自己上路。痛，头好痛，剧烈的头痛让我惊醒，睁开眼，是我熟悉的环境。什么情况？我怎么会在这儿？别动，你还发着高烧呢。我转头一看，是我妈。此时她正握着体温计，认真的看着读数，看起来仿佛正常了不少。妈，你什么时候会看体温计的？你不是……美花，你烧糊涂了吧？看体温计有什么难的？赶快把这杯退烧药喝了，睡一觉就好了。我看着我妈递过来的退烧药愣神，要知道这是我第一次被她照顾，我一时间竟搞不清状况，许是退烧药的缘故，片刻我便昏昏沉沉又睡了过去。凤栖梧桐下，梦回寅卯时。七凤，你还记得这吗？七凤，那是我身为魔族公主时的名字。睁开眼的一瞬，漫天飞舞的桃花扑面而来，明三皇子严百回那张俊朗的脸从桃花后浮现。前尘往事没必要再提。听我这么一说，严百回面带哀伤。当初我献祭元神，带你入轮回道，只是想你能好好活着，往后若干世，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我都会去找你。别说了，我不配。我粗暴地打断了他。你父亲已替你取回元神，欠你的命我已还，你我的缘分已尽，恩怨纠葛一笔勾销。说完这些，我眼前便闪现了一道白光，我再次回归了现实。我的病很快就好了，此后我也没再梦到地府。我很喜欢做黄美花，特别是拥有着全国最火的81家网红彩票站的公益使者黄美花。不知道是阎王开了眼，还是明帝转了性。自从严百回的元神从我体内被抽走后，我妈也不傻了，我家情况越来越好了，我也变得越来越有钱了。我赚的钱自己花不完，又不知道该怎么用，索性拿来做公益，赚了又捐，捐了再赚。偶尔想起严百回，想到回到冥界后的他，现在他应该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威风的很了。不过像他那样的颜值，冥帝应该也会配个神仙美眷。呸呸呸，我想哪儿去了？3个月后的一晚，我再次被一阵铃声召到了阎王殿。睁开眼就看到阎王抱着我的大腿痛哭。询问之下，我才得知，原来3个月前，在冥帝强行抽取元神的时刻，严百回因理念不合，与冥帝发生了激烈冲突，最后自爆了元神，投入了畜生道。冥帝对阎王下了死命令，就是把6道翻个底朝天，也要把严百回的元神找回来。阎王问我最近有没有接触过什么动物，我摇头。阎王一脸沮丧。从阎王那里我得知，原来抽取元神一事都是冥帝单方面想法，非严百回所愿。冥帝自知不该强迫儿子意愿，此刻懊悔不已。如果他真的愿意，随时都可自行元神归体，也不至于让躯体在幽冥川泡了几千年。可见他对你的感情已超越的生死。阎王叹道：我不明白，不是说我只是一缕残魄吗？为什么他的元神离开了我的身体，我还活着？你以为你哪来的滔天财富？是他利用积报之术，为你换取了累世的功德。你已功德圆满，福寿延年，即便是冥帝，现下也收不走你了。我恍惚着从梦里醒来，原来那一刻他收集福报并非是为了复活自己，而是为了让我能活着。我的心里空了，空的难受。他没有骗我，他还说他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会来找我。可他此刻究竟在哪儿？那天阳光晴朗，我一如既往来到动物保护中心。今天我跟他们约好了一个公益保护项目。车刚停稳，一只白色可爱的小奶狗便朝我狂奔而来。与此同时，一个熟悉的声音在我脑中响起：美花，是我，带我一起回家，这样我们就可以永远不分开了。